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心理学 Q&A section。今天的主题依然是人格分裂症。上一个视频我们说到了 DID 人格分裂症的一些案例研究、症状和一些争论。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关于人格分裂症的病因、一些观点、分析和模型、治疗方法和其他与人格分裂症相关的心理疾病。我们先从病因上开始。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说，不健康的睡眠周期或许可以解释人格分裂症的一些症状。曾经有一个实验发现了增进睡眠质量可以缓解一些人格分裂，但是这个观点是属于比较不被注重的。另一个经过比较多理论和研究证实的病因是从心理学上的观点出发的。案例研究发现，人格分裂症患者通常是缺乏正常健康的发育过程和人格融合的，通常会与疲惫和创伤的经历，甚至是儿时或者少年时期被虐待的经历有关系。例如上一个视频我也提到了，比利有着家庭关系不好的经历，也经历过他父亲虐待他，甚至是强暴他的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其他的创伤性经历还可以包括了儿时的医疗和手术经历、战争、恐怖行动经历等等。那上一个视频也提到了，比利的某些人格会在比利痛苦或者是被虐待的时候出现保护比利，也就是通过让比利沉睡，让其他人格出来承受痛苦这样一个过程来保护比利。那其实这个例子有点支持心理动力学角度上的观点的。什么是心理动力学？简单来说，就是系统研究塑造和驱使人类行为的强大内部力量或心理力量。人类行为包括了我们的感受、情感以及早期经历的联系，也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意识和潜意识有关的那方面。从心理动力学角度上来说，人格分裂症把分裂当成一种对痛苦的防卫机制。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正当防卫。那心理动力学上提到的就是这种正当防卫，但是是对于我们的情感和心理上的危险的正当防卫。举个例子，当比利遭受到他父亲的虐待时，他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当时弱小的他不能在生理上给出正当的防卫，这时他能在心理上给出防卫。为了隐忍和忍受这种痛苦，他开始分裂出另外一个人格来承受这一切，而大量的使用这种抑制和防卫机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了人格分裂症。那这个心理动力学和行为观其实是有一点相似的，两者都认为人格分裂症是之前的阴影所促成的，为了避免阴影造成的一些恐惧或焦虑，才会分裂出其他人格来承受这些。而患者并没有注意到人格分裂正在保护他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其他人格出现。那行为观具体对于人格分裂症是有什么观点的呢？行为观认为，我们人类的行为都是通过模仿其他人的行为，之后因为一些奖励或惩罚，让这些行为更加的强烈或者消减。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从小的教导和尝试都告诉我们，乘车时要系好安全带，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系安全带的。所以现在很多车子都会设有如果没有系安全带就会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声的这个功能，而这个警报声就成为一个令我们不舒服的惩罚。为了移除这个惩罚，我们就会开始系安全带。这个是一个负强化的例子，意思就是在个体的某种行为表现后，移除某种不愉快的刺激，以增加该行为的频率。言归正传，行为观认为人格分裂症也是这样的。当某个人感到痛苦或者不愉快时，他通过其他方式得知了人格分裂这个知识。一开始可能意外地出现了人格分裂，而他的潜意识发现了其他人格的出现可以移除这些痛苦。虽然可能他的主人格没有意识和感受到那个痛苦，
可是这样的好处让他一次次的强化了人格分裂，最终形成了人格分裂症。我知道听起来越来越复杂，但是有2大模型是可以把以上的这些观点和分析融合在一起的。第一个模型就是 Dissociation Trauma Model。 这个模型觉得分裂和创伤是息息相关的。大概的过程是这样：一开始是儿时的一些严重创伤，这可以是生理上的虐待，或者见证别人的受创伤的过程。之后小孩通过想象新身份、自我催眠或者其他分裂经验，来心理上从这些痛苦中逃走。这些分裂的经历会带来独特的记忆和感觉，以及促成分裂成一个全新的人格。这个模型提出的概念是，儿时时期形成的分裂的身份或者特性，会成为那个人的新人格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可能比利小时候在承受虐待时，自行想象了一个大概戴维的身份来承受这一切，包括他的性格和特点等等。久而久之，戴维的这个身份就和比利融合到了一起，成为了一个新的人格。尤其是当那个人的成人期再一次受到了创伤、情感冲突或者长期焦虑的时候，新的人格会更容易的形成和出现。那另一个模型可以解释人格分裂症的就是素质压力模型了。他的观点是，体质和压力这2者都是促成心理疾病的重要角色。当一个易受伤害的脆弱体质受到了压力的刺激，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体质越容易受到伤害，导致他发生心理疾病所需要的刺激就越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2个不同的个体在受到了相当的压力后，不一定2人都会形成心理疾病，因为他们的体质不同。在人格分裂症上，素质压力模型的观点是，容易患上人格分裂症的个体的体质是偏向容易陷入幻想和想象的体质，或者容易陷入被催眠的体质，以及拥有着儿时创伤的素质。而压力来源可以包括突然和没有防备的创伤、强烈的情感冲突或者睡眠障碍。当拥有着这些体质或者素质的个体遇到了这些压力来源，就会形成了人格分裂的发生。那每个心理疾病都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人格分裂症最主要的治疗方案就是通过各种方法让分裂出来的人格全部融合在一起。通常是通过先把其中2-3个人格融合在一起后，才慢慢一步一步的增加融合人格的数量，最终达到协调和完整的个体。首先，每一个被分裂出来的人格需要了解到他们是一个个体的其中一个部分。之后，每一个人格也要知道他们都需要被平等的对待和与彼此感同身受。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格都需要与彼此合作，包括恢复或者说填满他们之间彼此缺失的那一部分记忆。在这期间，其他辅助治疗也能帮助治疗过程。这些包括了对人格分裂症的一些症状有效的药物，例如一些可以减少焦虑、抑郁或者睡眠障碍的药物。还是拿比利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其实之后比利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曾经成功的把所有人格全部融合了在一起。但是我之前也提到了，比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犯下重罪却无罪释放的罪犯。理由是因为比利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所以比利犯下的罪行并非本意。但是大众对于这个审判是极其不满意的，他们觉得这等于把一个杀人犯放了出来。因此，比利痊愈后有一段时间回到了正常社会中，却遭遇了大家不一样的对待和眼光。在这种压力刺激下，比利的人格再一次分裂。所以其实在融合全部人格之前，最主要和适合的治疗
应该着重在如何使那个个体适应虐待、受伤或者创伤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反应，包括如何应对压力或焦虑，如何面对以往创伤的回忆等等。因为人格分裂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无法面对这些创伤的逃避上，所以只有适应了创伤会带来的后果后，才能使融合了的人格不会因为再一次被新的创伤经历所刺激而再次分裂。那人格分裂症是属于解离症的其中一种，其他与人格分裂症归属于同一个类型的相关心理疾病还有解离失忆症以及人格解体障碍。大概的解释一下，解离失忆症指的是当一个个体突然不能回忆起自己重要的个人信息时，且不是因为其他疾病或者普通健忘。而人格解体障碍则是当一个个体对自己的思维、情感、躯体、行为、环境感到不真实或者有分离的体验，甚至有作为旁观者的体验。简单来说，就是从自己的身体抽离，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甚至会处在于一个俯瞰自己的状态中。之后的视频我会再详细一点的分享关于这两种心理疾病。因为人格分裂症是不能以实验的方式被研究的，所以关于这方面的实验性证据和数据是比较缺乏的。那今天我所说的也不过是一些比较简略的信息，有任何意见或者想要补充任何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之前也提到了，曾经有创伤经历的人不一定会形成人格分裂症，主要还是要看个人的情况。那有一部分的人会觉得人格分裂症患者很有趣什么的，但是仔细想想，他们都是一些经历过非常痛苦的过往的人，或者说正在面对疾病所带来的你不知道的一些痛苦。这个世界除了阳光和温暖，也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暗，请善待他们。最后在这里安利一下一部已经拍摄完毕正在待播的港剧，那就是刚刚获得影帝的王浩信所主演的《刑侦日记》。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别忘了按赞、分享、留言和订阅我的频道哦。记得打开小铃铛，拜拜。